会至少抓半年或是3到4个月。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马拉松世界，除了缴费真的很重要，大家要记得缴费，不然你辛苦抢的名额就会没了。竞赛章程非常的重要，大家比赛前一定要详细的阅读。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我想要来跟你们分享关于路跑活动这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1-2年来，身边开始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加入跑步啊，甚至是参加路跑、马拉松、半马等等的活动。我自己是觉得，我身边开始有越来越多以前没有什么在运动，或者是根本没有在跑步的朋友。这1-2年，大家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甚至都会来问我说，要去哪里可以报名教练课啊，或者哪里可以参加跑班。然后我就觉得，哇，现在的运动风气感觉越来越好。那我就是也有收到很多观众的问题来问我各种有关路跑啊，或是跑步，或者是参加活动的一些种种的小问题。偷偷的告诉你们，其实我之前的有一份工作是在活动公司上班，是举办路跑活动的活动公司，所以其实要举办一场路跑活动的一些 SOP 跟一些内容，其实我都大概懂，有涉略。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说来整理一下我这几年参加路跑比赛的经验，来分享给你们。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呢，第一个我要来分享的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来问我说，到底要怎么知道台湾的所有路跑比赛，或者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比赛，几月的时候该报名。今天我就要来不藏私的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也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那我帮大家整理了几个网站，我自己之前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找活动的时候，我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马拉松世界，它就是有依照年份跟月份时间轴这样排下来，每月的几号会有什么活动。基本上在台湾办的路跑活动都会登录到这个马拉松世界的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那种1整年份的活动规划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找，然后点进去，有一些它会直接连接到路跑活动的报名网站，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跟你们补充一下，我刚刚前一个我讲错了，马拉松世界的网站也很不错，但我还是想要再多补充跟你们分享这个网站，叫做跑者广场，它就是有像这样子列表式的把1整年度的赛事啊，按照时间这样子排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也有去区分说不同种类的赛事，就可以去依照你的需求去挑选你想要参加的比赛。然后另外一个网站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运动笔记。运动笔记现在有在帮大家整理说每个月会有什么活动。我觉得这2个网站的使用感受上蛮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找路跑活动的资料库。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刚是跑步小白的话，很适合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可以先规划这1整年你想要参加的活动，把时间留起来，然后记得报名的时间最重要。通常呢，路跑活动报名时间应该会至少抓半年或是3到4个月，大家就是在活动赛事的那个日期再往前推，就大概会是报名的日期。那有些活动因为跑步的风气越来越好嘛，有些活动可能会要抽签，有些是你要去抢那个报名的名额，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报名时间，才不会错过你想要参加的路跑活动哦。第2点，那如果你现在呢已经是报名好了一个路跑比赛，你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事情呢？除了缴费真的很重要，大家要记得缴费，不然你辛苦抢的或者是抽签的那个名额就会没了。缴费完你报名成功了之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去看竞赛的章程，也就是他在报名的首页，他都会有一些像是起跑的时间啊、活动场地集合时间啊，然后跟寄物时间等等，就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跟地点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注意起跑时间，我会依照起跑的时间往前推算，大概1到2个小时之前就抵达会场，因为你到会场的时候，可能你还要整理啊、换装啊、聊天、拍照，还要去寄物，所以我觉得抓1到2个小时前抵达会场会是一个最刚好保险的时间。然后做完一大堆杂事之后，你还可以暖身，然后再到起跑线前面去做准备这样子。然后再来第2个重要时间点就是寄物的时间。寄物的时间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尤其你是起终点不一样的比赛，你就一定要去寄物，除非你有亲友团或亲朋好友帮你拿着你的行李寄物袋从起点拿到终点，不然如果你错过这个寄物时间的话，你就会可能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跑完这个路跑比赛。所以大家要记得寄物车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会准时发车，所以你要在这个时间完成寄物，然后完成你的换装，然后把该放的东西都放在寄物袋里面去寄物。再来很重要就是台湾应该是大部分有一些路跑比赛会规定要带路跑协会规定规格的医保袋，像大家应该在
我之前参加活动的影片都有看到。那这个医保袋呢，其实现在已经不难买，因为已经有蛮多品牌都有陆续推出不同的款式，或者是你参加一场路跑活动的话，它可能就会有赠送那场活动专属的医保袋。那你这医保袋你就可以重复利用，再去参加不同的赛事。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记得可以跟路跑协会购买，好像一个是100块还是200块，然后它有做2种材质，一种是帆布的，另外一种是皮的防水的。然后医保袋前面有一个那个透明的，就是大概长这样的医保袋。以我去年参加 NB Run 的为例，它就是有点这样子梯形的，然后会有个提带。有些可能这边会有2个背带，就可以背在后背包。现在各家的设计都很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去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款式来用就好。然后医保袋前面的这个透明的很重要，就是要放你在拿到你的物资啊、你的号码布的时候，它旁边会有一张寄物卡，那张寄物卡就是放在这里，就是让工作人员去方便快速的辨识说，哦，这个医保袋是这个选手的物资，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这个小地方。再来呢，就是大家看竞赛章程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起跑的拱门在哪里。你一定要前一天或者前几天在准备的时候就要先知道会场的位置。你的寄物区可能离你的拱门很远，所以你在这个时间你就要再抓更多的时间去预留你从寄物，然后甚至你可能中间还要上厕所，然后还要去服务台怎么样，然后还要做一堆事情的时候，最后还要到拱门。所以跟比铁人3项一样，选手手册、竞赛章程非常的重要，大家比赛前一定要详细的阅读。补充一点，有一些大的比赛，像是台北马拉松，早上出发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比较难叫车，所以我的习惯我都会在前一天晚上先预约好 Uber， 定一个时间，早上司机就会准时到我家楼下载我。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路跑比赛大部分都会封路，所以很多路线你可能到原本要去的地方可能只要10分钟，那因为封路绕路就可能会多个5到10分钟，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参加活动早上的交通的时间跟状况，以免你错过你的起跑时间。再来呢，参加路跑比赛跟田野赛一样，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晶片。那现在大部分晶片呢，我看好像都已经是在号码布后面，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1颗的晶片，然后是你要绑在鞋带上面的。这种我会建议前一个晚上你可能已经先想好隔天比赛要穿哪双鞋之后，你就先把它绑到那双鞋上，那隔天早上起来才不会手忙脚乱的要绑，然后或者是又忘记绑晶片，这样子你就会没有你的完赛成绩，你可能也不会有完赛证书等等。所以晶片的部分，如果是已经在号码布上面的话，就是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带号码布。要像我一样，我之前有一场活动就是忘记带号码布。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忘记带号码布的话，也不要太紧张，大家可以到大会服务台去跟工作人员讲，看他们会不会有备用的号码布给你使用。这个我不敢保证，就是每一个主办的规定不一样。因为基本上在办路跑活动的时候，赛道上面都会有裁判，为了维护选手的安全跟权益呢，裁判是会看号码布去任命选手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号码布在这个赛道上的话，裁判其实是有权利请你离开的。如果参加比赛的话，记得一定要有这个号码布在身上，才不会被赶出赛道。再来，第3点也是非常多人问的，这是不是最近很红的手势？哇！第3点，参加路跑比赛到底要携带什么东西？我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呢，我会带我的跑鞋跟一双拖鞋，或者是一双好走路的鞋，就是在跑完步、比完赛之后，我还可以换一双舒服的鞋，让我的脚放松。然后我会带自己的毛巾、水，因为有时候会场比较多人，你有时候跑完回到会场的时候可能会没有水，或者是拿水很麻烦，我会习惯自己多带一个水，这样我真的很需要水的时候，我可以马上补给马上吃。我会多带几个果胶跟力解冻放在我的补给袋里面，然后我还会带体香膏跟我的补妆包。体香膏就是你跑完步回来有种不想要臭臭的去见人嘛，所以我觉得体香膏运动完的时候擦，可以让味道不会那么的刺激，也会让自己觉得身上不会有那么多汗臭味，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汗臭味其实自己是闻得最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带一件衣服换，我会多带1到2件衣服，可能是早上穿出门的，或者是我会多带1件干净的衣服，比完赛的时候可以自己换，然后再擦体香膏这样子。带的东西好像就这样。其实参加路跑比赛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几次经验的话，应该就会知道习惯的东西跟必须要带的东西有什么。然后第4点，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参加路跑比赛要怎么穿，要穿什么样的鞋？我现在回答衣服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就是穿自己喜欢、好看、舒服的就好，这非常简单吧？就是大家依照自己个人穿着习惯，当然就是穿运动服啦。那我自己呢，我个人呢是一个比较会流汗的人，所以在4、5月快靠近夏天的比赛的时候，我基本上可能都会直接单穿运内跟短裤，号码布可能会别在短裤裤头
头上面，因为就是这边会没有衣服嘛。夏天的穿着应该就是比较容易一点。然后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夏天的时候可以戴个帽子或者是太阳眼镜。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让你的头发在跑的过程或是结束之后看起来不会那么凌乱、那么狼狈。然后再就是你在跑的过程中也可以避免太阳直射到你的脸，然后你的体温会升高的太快，会影响你的跑步表现。那风镜我觉得也是一样，一就是好看嘛，你戴起来就是会看不出来你那个已经跑得要死要活的表情，会帮你完美的遮住。再来就是遮阳，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2样也可以放到你的路跑必带清单里面。然后呢，如果是参加冬天或者是气温比较低的路跑赛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带个风衣外套或者是跑步的袖套。应该现在蛮多人会看到有人在穿这种半截的，我之前也有穿过。我自己的是买比较薄的，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天气还没有需要带比较厚的。然后我很推荐就是这种袖套跟风衣外套在比赛的时候穿。像外套的时候，如果你在跑的过程中觉得已经热开了，你就可以把它绑在腰间上，或者是可能把它可以卷小一点塞在裤子的口袋之类的。那裤子的部分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习惯穿短裤，因为我觉得在跑的过程中比较不会影响到我的腿在这个前进的状态。挑裤跟紧身裤的话，我都蛮喜欢的，所以我就是会依照当天的穿搭的颜色或者是造型去选我要穿哪件裤子。然后呢，关于跑鞋的部分呢，就是依照大家对于这场你要参加的比赛的状况跟目标是什么去挑选。假如说你这场是你准备很久的比赛，你想要破 PB， 你想要速度是大概是多少的话，你就依照你的配速区间可以去挑相对来说适合比赛的跑鞋。那如果你这场只是欢乐跑啊，跟朋友一起是慢慢跑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以慢跑鞋去做挑选。那跑鞋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尽量不要在比赛当天才穿新鞋。我觉得可以在比赛的前1个礼拜或者甚至是前2周，你就先让你的脚去适应这双新买的鞋，至少不要让比赛那天才第一次穿这双鞋。我觉得这也是避免的脚可能会容易被磨破皮受伤啊，或者是不太适应新鞋的脚感，所以大家要记住哟。最后第5点，就大家参加完路跑赛应该最想要知道，就是要从哪里找到我的跑步照片。这个呢，之前呢我就是有收集了一连串的活动照片的网站，有些路跑赛呢，他们可能会有固定配合的摄影厂商，他们就会上传在他们的网站上面。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个资讯呢？就是从路跑比赛的粉丝专页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得知这个讯息。其实路跑赛现场也会有很多大炮摄影大哥，那有些摄影大哥呢，就是只是业余的喜欢拍照，也跟跑者都互相有认识，然后会出现在各大路跑赛场上面。有些会上传在一个免费的网站叫做寻宝网，有些呢会上传在一些付费的网站。那我就把这些比较常找照片的网站呢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参加完比赛的时候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自己的照片。那大家可以再自行到下面的网站去看看哦。然后讲到照片，个人觉得花钱买照片是没问题。以前会觉得我就是参加活动干嘛买，但是参加久了就会发现有很多好几位摄影师其实都是熟面孔，他们也是从一大早，甚至是跟你差不多时间，他们会先提早到那个定点，然后去捕捉，在那边忍受风吹日晒雨淋啊，然后就为了帮大家拍几张照片。然后我觉得使用者付费也是很合理的，就如果你真的喜欢那张照片的话，花你的小钱支持这个摄影师，千万不要直接截图那个人家都已经上浮水印了，你还把这个浮水印的截出来，然后拿出来使用 po 上网，我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好像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如果你就真的不想花费的话，你可以到免费的网站上面去找，或者是大会有时候会提供一些活动花絮啊，你可以到上面找。但当然付费的网站我觉得有好处，就是可以直接输入号码布，或者是有些更厉害，它可以直接辨识你的脸，你就上传一张你的照片，它就可以找出你所有在比赛中有你的画面。这个直接超级省时间，你不用在那边一个一个滑去找自己在哪里，因为可能一场路跑赛都是几千人起跳，所以你找照片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件非常花时间的事情。那使用者付费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哟。哇，这集好快哦！好的，那我今天也分享了就是很多关于参加台湾路跑比赛的一些小小的 tips， 希望今天这集分享呢，可以对路跑活动小白的你可以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有帮助，或者是你觉得你朋友需要看到这支影片的话，请分享给他们。我觉得呢，看到台湾的跑步、路跑活动、马拉松活动越来越盛行，其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也不是很早开始，要论前辈的话，前面还有更多的前辈，但是我就是自己的经验分享。几年前我在跑的时候，身边没几个朋友在跑，大家就是都
很不能理解说，哎，平常上班要那么累，然后假日还要出去跑步，是什么意思？是在干嘛？是疯了是不是？现在你们就给我跟我一起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自从疫情之后，大家可以开始比较正视到健康这件事情。跑步我觉得算是一件相对来说很简单可以去达成的一个运动。你只要有一双鞋，穿舒服的衣服，你就可以出门去跑步了。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运动简单吗？我觉得也不简单，你要注意的事情也非常多，但是执行起来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老少咸宜，当然以不同强度区分啦。但我觉得是一个你不管几岁你都可以出门去做的一个运动。所以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在犹豫，然后或者是被哪一场路跑活动吸引的话，赶快抓他一起来跑步，才不会觉得那么无聊，而且跑起来才会更有伴。大家一起冲进终点的那个感觉，我相信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跟体验。那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记得帮我按订阅加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开始参加路跑活动比赛的人，说喜欢跑步，开始要加入跑步的人，找他们一起来跑步。下次见，我们赛场上见，马拉松活动上见，拜拜。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就继续干下去吧，干下去。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